朋友们，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呢？这也是个大话题了。在说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从道家的角度了解一下人体的构成。在这个角度里面呢，他的说法是我们常能听到的精气神。每个人都有精气神，但是精气神呢，并不是相互之间独立存在的，而是皆由元气生化而来。元气凝结是为精，元气流行是为气，元气妙用是为神。所谓的精呢，其实就是凝结成的我们看得到、摸得到的物体性质的肉身，而所谓的气呢，就是运转周行在这个肉身里面，或者说在肉身内外的这个能量。而神呢，妙用的那个神就是我们的心神，三者之间呢是相互影响的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肉身有病变的时候，那一定是他的能量层、身体的周行运转发生了问题。但是我们在深入去找它的根源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这个人的心神状态，他是心神不宁也好，还是长期焦虑也好，亦或者是抑郁也好等等，所谓的神上面发生的一些变化，就会影响到他的能量周行，而能量周行最终会在肉身上体现出来，也就是所谓的病变。讲到这呢，我们就得说一下什么是自身能量。能量是什么？其实能量是一种状态，它的本质并不是能量本身，而是你身体运行的一种状态。那什么状态是能量好呢？你身体的运行是顺畅的，没有内耗的，身体的能量在你身体里流量大、流速大，这叫做能量大。那什么是能量小呢？你身体里的东西还是这些东西，但是它流量小。为什么小？其实并不是因为总的流量小，而是因为它的流量不一致，它是杂乱的，它是不统一的。就好像一个人的思维，其实每个人的思维思虑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些人的话，他就会很内耗，就很累；有些人做事的话就精神饱满。那什么人精神会饱满？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杂念，他想什么就是什么，然后不需要想的他就真的一点都不想，所以他做事劲头十足。但有些人做事瞻前顾后，想着这个事还琢磨着那件事，所以他的念头其实跟那些专注的人的念头的总量是一样的，但是很多念头其实是相互内耗的，所以就表现为他的状态差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，你身体内部如果说是和谐统一的，想法很专注，只想一件事，你就表现为能量比较强。但如果你是杂乱的，你表现的能量就比较差。能量的话是神的层面，气也是如此。你的气运行是通畅的，那你的能量其实也是顺畅的。如果说你身体里的气是杂乱的，那你的神也是杂乱的。所以怎么提升自身能量？最根本的方式，就是神的层面，你不要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思绪。但是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却非常难。你能不瞎想就不瞎想了吗？做不到。但是你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，你能够后知后觉地少做一些没必要的事情，少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你这个内耗就变少了。你内耗变少的话，你的能量就提升了，这是最直接的方式。所以在上古天真论里面说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。包括我们的中医，为什么讲叫不治已病治未病？一个人他在发生身体上的病变的时候，那是最终的效果的，或者说状态的呈现。而在最初的时候，一定是有一个违反了自然性的一个诱因。这是我们从精气神的这个角度了解了一下。但是什么东西又导致了你的神有问题呢？你可以去找一下，如果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问题，
那么一定是在它的内外环境里面有发生一种情况，就是它内外环境里面的自然性受到破坏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是什么导致了他的焦虑？我明天要交的作业没写完，这是外在的环境，然后你认为它很严重，于是产生了焦虑，这是内在环境。它一定是有内外环境的周行因素扰乱了那个所谓的自然，所以产生了由神到气，然后由气到精这样的影响传导。那如果我们的神做不到统一不杂乱，该怎么办呢？那就解决气的问题。气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如果说你的身体是舒服的，是通畅的，往往你的杂念也会变少。那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？进行有氧锻炼，做一些有氧运动。有氧运动的时候，它会疏通你经络里面的微小淤堵，这些微小淤堵被疏通好了之后，你的气就顺了。你的气顺了之后，你的神就宁了，神就安了，所以也表现为你的能量就提高了。所以经常进行有氧体育锻炼的人，他的精神就会显得比较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但是你去进行体育锻炼，它也有些小小的坏处。什么坏处呢？它是会耗精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进行体育锻炼，不建议去出大汗，出大汗精消耗比较多。虽然你疏通了经络，但是你的代价有点大。那有没有什么低代价的方式呢？就是练一些动功。练功的话，就算没有四肢的运动，比如站桩之类的，它也可以把身体内部的运行带动起来。为什么有些练功会练得浑身大汗？那是因为它的内部运动到了那个水平，它不需要很剧烈的外部运动，但是它其实已经有很剧烈的内部运动了，所以也可以通身体的经络。所以第三种就是练功的方式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食补。你身体杂乱不平衡是为什么？其实说到底是五行的不平衡。因为你五行不平衡，所以你身体的能量在转圈的时候不是匀速运动，它是有快有慢的，是有卡点的。但是你五行如果有偏，那它就会卡在某个具体的位置。它如果卡在土的话，那就卡在胃，你的胃就会有问题。它如果卡在水的话，可能你生殖系统、泌尿系统就可能有问题。你就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去调你的阴阳五行，当然也可以用风水的方式去调你所在的环境的阴阳五行。其实它背后的原理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第四种方法。但是无论用哪种方法，其实它都会有效。但最直接的是什么呀？最直接的肯定还是别老瞎想。如果能够不瞎想的话，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只不过大家不太容易做到。第二简单的方式就是去锻炼身体，做有氧运动。第三种方式，练功是一个稍微省点劲的，也能够达到内运通经络的效果。最后一种就稍微玄一点，通过中医或者风水都可以，他们是通过调节内外环境来应对的。其实说到底，天地也是一样的，所谓的那个元气，它只是一个方便称，它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叫元气的东西，或者我们把它叫做道。不同的文化体系呢，可能将那个最终的东西描述的称呼不一样，不过无所谓。周天元气凝结成为物体，而元气流行运动是为能量，而所谓的元气妙用呢，实际上就是能量更深层次的信息。这三者呢，相互之间有极大的关联，或者说它们都是同根同源的，只是在不同的形态上，或者说不同的方式上进行的表达。它们都是那个元气的不同变化。这个所谓的元气，如果你将它换成那个所谓的道，
你就知道了，为什么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然后三生万物。因为一切万有不出这三种状态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得悟道者实无所得。但是这个道你找不到一个叫做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更像是它只提供了一个场地，什么也不做。但是它既是场地也不是场地。说它是场地呢，是因为它是三者之源头；说它不是场地呢，是因为它不做功的时候，你根本找不见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。但是它一旦做功，就会演化成这三种形态。所以得悟道者实无所得，这东西你根本没法得，它只能形成一种洞彻的见地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